瑜伽師地論4問，你看到的世界就變了。你知不知道絕大多數人打坐都在做同一件事，試圖讓腦子安靜下來，念頭來了趕走，又來了再趕走，就像用手去拍水面上的波紋，越拍越亂。1500年前，瑜伽師地論裡記載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，它不讓你閉嘴，它讓你追問，不是一個問題，是4個，一層比一層深。問完這4個問題，你不需要讓世界安靜下來，因為你會發現那個吵鬧的世界本來就是你自己搭建出來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上一期我們把瑜伽師地論的100卷拆了個全景，17地，從感官到禪定，從聞法到成佛，一張完整的地圖。但地圖給你了，路怎麼走？這就是今天要講的。瑜伽師地論裡最核心的實修方法叫四尋思。很多觀眾留言說過一句話，我聽了不止一遍，道理我都懂，但做不到。其實這句話本身就暴露了問題所在。你說你懂了空性，懂了無我，懂了一切是因緣假合，但你仔細想一想，你到底懂了什麼？你懂的是一組語言，一組文字，一組標籤。空是個標籤，無我是個標籤，因緣假合還是個標籤。你以為你理解了那個標籤指向的東西，但實際上你只是把一組舊標籤換成了一組新標籤。舊標籤叫我是真實的，新標籤叫我是虛幻的。標籤換了，底層的操作系統一點沒變。四尋思幹的就是這件事兒，不是給你換標籤，而是讓你親眼看到標籤是怎麼被貼上去的。第一個追問，明尋思，你拿起一杯咖啡，你說這是咖啡，但咖啡這2個字是誰規定的？你換一個星球，換一種語言，換一群從來沒見過這種液體的人，咖啡這個名字就不存在了。但那杯液體它還在。明尋思讓你去觀察的就是這個。我們給萬事萬物起的名字只是一個約定，一個社會契約，它不是那個東西本身。你覺得這太淺了？別急，你觀察一下自己的日常。有人罵你一句髒話，你生氣了，但你生氣的是那個聲波嗎？不是，你生氣的是那個名字所攜帶的含義。換一種你不懂的語言，同樣的音節組合變成一句完全無害的話，你一點反應都沒有。你的快樂和痛苦有一大半不是事情本身造成的，是名字造成的。明尋思就是讓你在每一次情緒升起的瞬間去看，我在對一個名字起反應，還是在对真實發生的事情起反應。你現在就可以試，看看你手邊的任何一樣東西，你心裡會立刻浮出它的名字。杯子、手機、桌子，你有沒有注意到，名字一出来，你和那個東西之間就多了一層東西。名字像一片磨砂玻璃，插在你和世界之間。你透過這片玻璃看到的不是東西本身，而是名字投射出來的影子。明尋思要做的就是偶爾把這片玻璃拿開，看看沒有名字的世界長什麼樣。你會發現沒有名字的世界出奇的安靜。這一步做到了，世界就安靜了一圈。但還不夠。第2個追問，是尋思。名字是約定俗成的，那名字指向的那個東西呢？你剝掉了咖啡這個標籤，剩下一杯棕色的熱液體，但棕色、熱、液體這些也是標籤。你繼續剝到分子，剝到原子，剝到量子場的振動，你剝到哪一層才算摸到了那個真正的東西？是尋思告訴你一個讓人不太舒服的結論，沒有哪一層是最終的。你以為名字後面有一個固定不变的實體在那裡等着你，但你去找不到。每一層你打開，下面還是一層建構。那個東西不是被你發現的，是被你的意識組裝的。這和認知科學裡的預測編碼理論幾乎是同一個發現。你的大腦不是在被動接收世界的信號，它是在主動建構一個模型，然後把模型當成了現實。佛法發現了同樣的事情，只不過早了1500年。明尋思拆的是第1層包裝紙，是尋思拆的是第2層，而你會發現包裝紙下面還是包裝紙，沒有一個赤裸裸的禮物藏在最裡面。到這一步，很多人會恐慌。如果名字是假的，
名字指向的東西也是建構的，那我活着是在跟什麼打交道？別慌，這不是虛無主義的終點，這是自由的入口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世界真的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底層，那你也被釘死了。你的痛苦就是真的痛苦，你的困境就是真的困境，沒有任何餘地。但如果一切都是被建構的，那每一個此刻都是一次全新的建構。上一秒的焦慮不必延續到下一秒，不是因為你忍住了，而是因為上一秒的那個焦慮本來就不是一個實體，它是一組條件臨時湊在一起產生的一次運算。條件變了，運算結果就變了。這就是佛法說的空。空不是沒有，是沒有被鎖死。第三個追問，自信假立尋思。前兩步你拆掉了名字和事物，第三步你要拆的是我們最深的一個信念，它本來就是這樣的。你看到一朵花，你覺得它就是紅色的，但紅色是花的本性嗎？關掉燈，它不紅了。換一雙色覺異常的眼睛看，它變成了灰色。用蜜蜂的紫外線視觉看，同一朵花上浮現出人類完全看不到的紋路和圖案。紅色不是花的屬性，是你的視覺系統和花的反射光譜之間的一次合作。把其中任何一個條件換掉，紅色就不存在了。你有没有過那種感覺？某一瞬間你特別確定一個人就是那樣的人，一件事就是那樣的事。自信假立尋思，讓你在那個確定感升起的瞬間停下來，問一句：這個確定是事物的屬性，還是我的條件剛好湊在一起臨時湧現出來的？佛法管這個叫無自性。但請注意，無自性不是說什麼都不存在，花還在，顏色還在，只是它天生就是紅色的這個結論不成立。不是否定現象，是否定現象背後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本質。這裡面有一個非常精密的分寸，你不需要否定世界，你只需要看到你對世界的那些天經地義的判斷全都是有條件的，條件一變，判斷就跟着變。當你真的看到這一點，執着就鬆了，因為執着的本質就是我認定它本來就該如此，而沒有什麼是本來就該如此的。第四個追問，差別假立尋思，這是最後一刀，也是最深的一刀。前三步你拆掉了名字、事物和自信，但你還剩一樣東西沒拆，分別。你還在說這個和那個不一樣，好和壞不一樣，美和醜不一樣，生和死不一樣，我和你不一樣。差別假立尋思問你，這些區別是世界本身自帶的，還是你的意識畫上去的？你站在河邊，你說這邊是上游，那邊是下游，但河有沒有給自己畫一條線，說從這裡開始是下游？沒有，是你畫的。你站的位置變了，上游和下游的分界就跟着移動了。好和壞也是一樣。你丟了工作，當時你說這是壞事，3年後回頭看，那次失業逼你轉行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，你說那其實是好事。同一件事，差別變了，变的不是事情，是你的視角。差別假立尋思不是讓你變成一個不分好壞的人，它是讓你看到所有的差別、分類、高下之分都是意識的一次運算，不是世界的固有屬性。你還是會分，但你不再被分法綁架。這一步做到的時候，有一個非常微妙的體驗。你看世界的方式好像沒變，該分的還在分，該判斷的還在判斷，但你心裡有一種很輕的感覺，像一直緊握的拳頭終於鬆開了。不是你決定鬆的，是你看到拳头裡其實什麼都沒有握住。你握了一輩子的那個東西，是你自己畫出來的一條線。4個追問走完，瑜伽師地論管那個結果叫4如實智。名如實智，事如實智，自信如實智，差別如實智。知變成了智，不是你獲得了一種新的知識，而是你的認知模式本身發生了質變。從我知道這是假的，變成我親眼看見了它是怎麼被搭建起來的。知道和看見之間隔着一整個修行。你有沒有注意到，4尋思和認知行為療法做的事情幾乎一樣？
認知行為療法讓你寫思維記錄，你在想什麼？這個想法的證據是什麼？有沒有其他解釋？如果換一個角度呢？4層追問，名字、事物、自信、差別完全對得上，只不過認知行為療法到換一個更健康的想法就停了。四旬思不停在那裡，他繼續追問，那個更健康的想法也是被建構出來的。講完四旬思，再說另一套進階方法，叫五重唯識觀。這不是瑜伽師地論原文直接提出的，是玄奘的大弟子窥基在大乘法院义林章裡整理出來的，可以看作四旬思的升級版。5步，一步比一步深。第一步，潛虛存實，把明顯不真實的東西先放下。你幻想的未来，你編造的恐懼，你對別人的猜測，這些都是虛的，先把這些清掉，只留下此刻真實呈現在你面前的東西。第二步，捨爛留存，留下來的東西裡面還有雜質。你看一棵樹，你看到的不只是樹本身，還有你对這棵樹的記憶，你的聯想，你不自覺投射上去的情緒，把這些雜質也剝掉，只留純粹的當下呈現。第三步，攝末歸本，純粹的當下呈現，它從哪裡來的？不是從樹來的，是從你的識來的。沒有你的意識參與，就沒有這棵樹的呈現。這一步是把目光從外面收回來，回到意識本身。第四步，隱列顯聖，意識也有層次，表層的意識是浪花，深層的覺性是大海。這一步是把浪花放下，直接看大海。第五步，潛相正性，這是最後一步，連大海這個比喻也要放下，連覺性這個概念也要放下，因為任何概念，任何形象都還是意識搭建出來的。最後一層建構拆掉，你觸摸到的就是圓成實性。你注意到沒有？整個五重唯識觀只做了一個動作，減，不是給你加什麼新東西，是一層一層往下拿，拿走幻想，拿走雜質，拿走外境，拿走初識，拿走概念，最後剩下的那個沒有名字。每個認真做過禪的人都有過那麼1-2個瞬間，念頭停了，但你還在，世界還在，就是少了一個東西，少了那個你平時叫做我的標籤。那个瞬間非常短，短到你還來不及給它貼名字，它就過去了。五重唯識觀做的事情就是幫你把那個瞬間拉長。但我要說一句實話，五重唯識觀不是入門工具，它是給已經在四旬思上下過功夫的人準備的進階路徑。如果你連日常中的追問習慣都還沒有建立起來，先從四旬思開始。四旬思是地面作戰，一個念頭一個念頭的拆。五重唯識觀是登高望遠，看整個意識運作的全景。你得先在地面上走穩了，才能飛起來看全局。今天講的這2套方法，四旬思和五重唯識觀合在一起，就是唯識學實修的核心。他們回答了一個觀眾問了我很多次的問題：修行到底修什麼？我的回答是，修行修的不是獲得什麼新東西，而是看清你已經在做什麼。你每一秒鐘都在給世界貼名字、賦意義、設自信、畫差別。四旬思就是讓你看見這個過程，看見了，執着就鬆了，鬆了，你不需要刻意放下，因為你會發現從來就沒有拿起過。下次你生氣的時候或者焦慮的時候，你不需要壓住它，你只需要在那1秒鐘問自己一句：我現在在對什麼起反應？是那個名字？那個我以為的東西？那個我認定的天生如此？還是那條我自己畫出來的線？你不需要回答，你只需要問。問的那一瞬間，你和你的情緒之間就出現了一條縫，那條縫裡面什麼都沒有，但那個什麼都沒有就是自由。你有沒有試過這種追問式的冥想？你在日常生活裡最容易被哪一層綁架？是名字？是事物的表象？是天生如此的錯覺？還是你畫出來的差別？如果你曾經在某個安靜的瞬間，感受突然變了，那一刻你到底看到了什麼？
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